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红河中，存在着许多神秘的未解之谜。大禹治水、女娲补天是神话吗？人类文明的进展为何会出现超越当下的时候？各种猜测，众说纷纭。但实际上，真相要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。数十万年前，地球上曾存在过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。当时的上古人类掌握了远超现代人类的科学文明，登峰造极的基因改造技术更是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开发了人体的潜能，可以通过吸取天地间的灵能来生存，甚至施展异能。然而一场极为惨烈的末日浩劫，使得当时的人类遭遇了灭顶之灾，无数的生命与璀璨的文明一夕之间覆灭。只有少数的上古人及时逃入地底避难，进入冰封的休眠状态，躲过了末日。此后，地球经过数万年的自我修复，又孕育出了新的智慧生命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。而沉睡在地底的上古人也纷纷苏醒过来，回到了陆地之上。他们看到了还在钻木取火的原始新人类，出于好意传授了后辈们耕作、冶金、建筑、治水防灾等技术。许多伟大的文明奇迹正是我们的祖先在上古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杰作。当时的新人类将身怀异能的上古人奉为神明，被他们兴建庙宇，顶礼膜拜。在各国史官添油加醋的撰写下，一部部传奇的上古神话流传至今。就这样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上古人大多都以神的身份融入了新世界，但也有一部分低调的上古人选择隐居深山，不问凡尘。然而，人们对神明的崇拜也逐渐催生了恐惧和欲望。掌权者们忌惮神权会动摇自己的王权，又贪婪地想要将永生与神力占为己有。于是，他们或早或晚地以各种借口打响了讨伐神的战场。数量稀少的上古人终究抵不过千军万马，几近灭亡。没想到，他们亲手教会新人类锻造武器，却埋下了葬送自己的祸根。隐居深山的上古人尽管逃过一劫，却被统治者们不断追杀，甚至被污名化成了可怕的山精厉鬼。曾经的神明，转眼变作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。世事变迁，早已无人知晓上古人的存在，唯有关于鬼怪的异事怪谈世代流传。而极少数幸存的上古人，至今还默默藏匿在世界的隐秘角落里。你不会一夜没睡吧？对啊，我现在精神抖擞，一点也不困。那也不能整夜不睡觉啊，要不去补补觉？没事儿，我想早点做出整修方案，这房子也不能这么放着，不是吗？那你算好要多少钱了吗？算了，修好坍塌至少需要3万，不包括整修地基和装潢的钱。3万，这么多啊？那，你手头还有钱吗？唉，怎么感觉你跟偶像剧里那些活了几百年、几千年、富可敌国的人不太一样？偶像剧果然都是骗人的。其实，民国之前我还是有些积蓄的，但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就一贫如洗了。对不起，
你干嘛跟我道歉啊？是你的积蓄，又不是我的。没事儿，有我在。等我这个月工资发下来，凑吧凑吧，应该也够用。只不过下个月咱俩就得一起吃土了。吃土？不行，这钱理当我来出，而且怎么能让你吃土呢？我知道你很有责任心，这不过事急从权嘛。之后我们也可以慢慢算。可是，哎呀，不用可是，听我的。再说了，你都帮我这么多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总是占你便宜嘛。你是我等了1000年的人，我为你做什么都心甘情愿。哎呀，这又不是100%确定的事情。哦，对了，我得打个电话。打电话，给谁啊？给外婆。昨天不是说要帮你问问关于那颗留声珠的事吗？嗯。怎么没人接呢？是不是还没起床呢？不应该呀，平时这个时候早醒了。可能昨晚回家太晚，睡得也晚，有空再打呗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好，那我就去上班了，搬砖。行，注意安全。嗯，上班上班，搬砖搬砖，上班上班，搬砖搬砖。哎，这才几点啊？一姐在看中午吃什么了？这不今天发工资嘛，得犒劳一下自己。而且就因为了大秀，我都饿瘦了。哎，咱们别点外卖了，楼下新开了一家私房菜，我看评价特别好，咱直接下馆子。对，那家是吧？就那家是吧？对。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。啊？哎，好，等一下。哎，西夏，要不要一起下馆子去？哦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起了，你们去吧。干嘛不去？你减肥啊？我还要还房贷嘛，节约一点。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，学会勤俭持家喽。可不是，也不算是啦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。还是不一样哈。大家先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跟大家说个事儿。大秀在即，公司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在了秀上，开销有多大，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们的工资可能要暂缓发放1个月。下个月秀办完了，跟奖金一起补发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谅解，跟公司一起共度难关。哎，散了吧。完了，如意算盘打碎了。先生啊，您这耳坠看着是有些年头了，但主要材质就是碎石啊，最多给你这个数。1万，太少了吧？您再仔细看看，这并非普通碎石，而是古陨石，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古陨石，您做过鉴定吗？没有。那您这是空口无凭啊，我也只能说抱歉了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多加2000块钱，怎么样？谢谢你，我知道了，我鉴定以后再来吧。怎么办？耳环一时不能出手，看来想一次性还清房贷没那么容易。可就算房贷能等，修缮太平可不容缓了。
总不能委屈今夏一直跟我住一个房间。不行，无论如何，起码得先把材料费挣到。老板，请问你们这儿还招人吗？不需要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哎，哥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帮我妈买酱油呢，没想到居然在这儿遇到哥了。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怎么看起来愁眉苦脸的？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别跟着我了，快点回去吧。哎，没事的，命运安排我跟哥相遇，就是让我帮哥排忧解难的。这酱油嘛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哎，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哥，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好，师傅，请问您这还招人吗？你这块头还可以，行，拿着身份证去登记。还需要身份证？当然。哥，我可以帮你找工作，但是作为条件呢，你必须跟我说话。哎，婆婆您来啦，您先去那边稍等我一下。哎。喂，喂，外婆。啊，女女啊，找我有事儿？外婆，你早上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早上我起晚了，对不起啊。这，有事儿吗？那个，我有一个玻璃珠子，你还记得不？啊？就是你说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那个。什么珠子？哎，婆婆，麻烦你小声一点。啊，外婆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外面呢。不好意思，医院这里不能打电话。哦，外婆你在医院哪儿不舒服啊？没有没有，那我的一个老姐妹病了，她住院了，我来看看她。啊，吓我一跳。啊，医院呢说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她这不能打电话啊，我挂了。等一下，外婆。外婆，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，到时候来和我和南华一起过呀。我来，一定来。嗯，照顾好自己，拜拜。拜拜。到时候见面再问吧，反正南华也说不着急。南华，南华，小丁也在。他们在干嘛？哥，你要不要歇一会儿？你都剪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不用，我不累。
那你之前不是在市里做建筑师吗？为什么突然要来镇上找工作？为我自己的原因。哥，你说你缺钱吗？可这也挣不了几个钱啊。风这么大，什么也听不到啊。能挣多少是多少，起码先把修房子的材料费钱挣到。那不是金夏姐的房子，他不出钱。不是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哥，你不会被金夏姐给 PUA 了吧？该不会是在说我坏话吧？别乱说。你这是怎么剪成这样子？这个剪的那么多，这个又剪这么少，要像这样才行，干活要专心呢。好，对不起阿姨。小丁，现在几点了？6点一刻。6点？糟了，忘了时间了，我还要回去给金安做饭呢。那你还要负责做饭？金夏姐这个房东也太黑心了吧！阿姨，今天我就先这样吧，我下次再来。阿姨再见。从哪找来的施工？哥，等等我。哥，你是在等我吗？对，小丁，我看你挺百事通的，想请教你件事。好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鉴定古董首饰？鉴定？咱们这个镇子应该不行，得去市里。我有一对古董耳环想出手，之前在镇上问，说必须鉴定之后才能合理出价。好，那我一定帮哥找一个靠谱的鉴定机构。那边多谢了。哎，不客气。难道是流星碎石耳坠？那不是他最重要的信物吗？他为什么要卖那对耳环呢？难道是为了我？不，肯定只是为了拯救太平。但是整修也花不到这么多钱吧？至于卖掉宝贝信物？难道是为了房贷？那说到底，不还是为了我？唉，这人都说了不着急嘛。哎呀，都这个点了，我得赶在南华之前回去。哎，对，就是那老铁们，跟我这儿看，往这儿看，从那个方向飞过来，大家看到吧？兰花先回来了，不能吧？不这么快？对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老宅，对。大家往这里看啊！你们都谁啊？怎么进的我家？来人了！哎，美女，你怎么称呼呀？我们可以采访你一下。对，你要干嘛？宝宝们，这儿就是被那流星击中的古宅里，那没错，宝宝们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古宅。爱情古宅？不是，你们在瞎说什么啊？姐，你们家房子上热搜了，你都不知道？上热搜？还你家左耳树被流星撞了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就对了，宝宝们，我就是来自这望七镇。我们望七镇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传说，相传在我们望七镇上有一位将军，他每天都在苦苦等待他妻子归来，久而久之变成了一块望七石。哇，好浪漫呀！多感人啊！这传说跟我家有什么关系？保不齐这古宅啊，就是那将军和他妻子的故居啊！而且昨天流星划过，很有可能是那妻子归来的征兆。这故事都编成这样了，这些网红为博眼球也太能瞎扯了吧！而且这古宅啊，它还另藏玄机。这古宅晚上明明没有人，这灯和电视会莫名其妙的打开，而且还会传出有人说话的声音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这个古宅里有神秘男子出没。哎，你们说会不会是将军的鬼魂啊？无稽之谈，无稽之谈！这个世界上没有鬼。真的吗？那你刚搬进来的时候怎么报警说这古宅闹鬼？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？就是啊，你给解释一下呗。
我就说吧，这里肯定闹鬼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解释啊？解释一下呀！给我们说法。对呀，这有啥不能说的？这个看到了，你们在干嘛？解释一下。哇，好帅的小哥哥啊！南华，你回来了。你们是谁？为何要难为今夏？这位帅哥，你又是谁？这与你们无关。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若再不离开，我便不客气了。哎，不要这么凶嘛！哎，你该不会就是那个古宅里的神秘男子吧？人才就是他，肯定是他。他是那个将军。才不是，他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手机怎么回事？是没电了吗？是南华干扰了他们的信号。有了。有效了！你们赶紧走吧，再不走我可报警了。你报呗，我们又没干什么。丁彦海，南华需要你！我来了，这个小哥哥是谁呀？这个镇上的帅哥可真多。我是这个镇上的协警，你们有什么事找我，别为难我哥啊。不就是个协警？他们什么人？一群网红，因为昨天刘星的事情来着。那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可来错地方了。这流星雨呢，虽然是落在这儿的，可陨石已经不在这儿了。那陨石在哪？这陨石嘛，被我们镇长收藏了，可不是你们想看就能看的。如果想看的话呢，就跟我走；不想看就随便了。好，跟他走，走，别看我，赶紧看看你，走，让看一眼，哎，有信号了，哎，信号又来了，好，这全是有啊，太荒谬了。棋牌7810.cc， 世界顶尖棋牌游戏平台，注册赠送258元，取款快，零风控优惠多，游戏种类齐全，报率高，选择诚信实力的平台258棋牌。可是我们毕竟没有真的在一起啊。人家南华都已经答应跟你在一起了，人家可是一诺千金的人，你有什么好矫情的？两个人在一起，当然是因为爱情了，怎么能因为耍酒疯呢？你就是死鸭子嘴硬。我还想着和你聊聊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到底现在……大家今天都累了，要不先休息吧？有什么事之后也能说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。好，话是这样说，可南华从来没有明确说过喜欢我。之前答应交往也是无可奈何，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要为了我把耳环卖掉，牺牲这么大，万一到时候我又不想真的谈恋爱怎么办啊？这栋被流星眷顾的望七古宅你还不知道吧？昨晚望七镇海岸下了一场浪漫的仙女座流星雨，其中有一颗流星飞向了镇上历史最悠久的古宅。50多万点赞，这得有多少人看过呀？完了，南华，
哎，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藏不住了。这么晚了，我去开门。等等，万一又是那些网红怎么办？我去，你藏好了。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抖音上刷到你，你知道你们家现在有多火吗？怎么了？刚刚已经领教过那帮网红的厉害了。干嘛呀？这么愁眉苦脸的？你知道你们家房价现在涨飞了，只要你现在出手，就可以实现你的富婆梦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金夏，你还要卖房子啊？没有，我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嘛。我要在这个房子住到老住到死的，都是他。她是个想靠闺蜜发家致富，撺掇我的。对，是我，是那个指望闺蜜又指望不上的我。哼，没事儿还要背锅的我。我绝对不会卖房子的，放心吧。我。你们俩进展挺快呀，小川，你又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，你们俩的片单都已经变成恋综啦。关于恋爱，我有太多东西要学了。你别听他胡说啊，就是个电视儿童，什么都看的。江小川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现在跟我转话题都这么生硬的吗？小川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静夏，你塌房了。作为你最好的闺蜜，我不应该过来看看人有没有事儿，需不需要帮助吗？小川，我知道你最好啦。哼，但是我真的不用你帮忙。真不用。修房子不用钱，不需要帮手。修缮工作我就能完成。只是材料费用确实不低。眼下太平不光是外部的问题，也包括地基管道，都需要重新加固。我现在没有工作，也没什么积蓄，都只能养成金夏。对不起各位，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说，其实我们公司的资金全部砸在下个月的大秀上，我这个月的工资停发了。你们老板怎么这样子啊？劳动法了解一下。我有什么办法啊？就说之后再补发奖金喽。哎西，都怪我，活了这么久也没什么积蓄，还不如像都教授、鬼怪、九尾狐这些只活了几百年的人。哼哼，平时是这样子的。你这是看了多少偶像剧？行。小丁，哥，累死我了。今天的事都谢了。哥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哎，所以后来那些网红怎么样？全对着那块假陨石拍呢。你没发现啊？我已经跟他们说过，私闯民宅跟侵犯肖像权的后果很严重，他们不敢来。那就好。这位小哥哥，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你也不给我介绍一下啊？啊，他是那个……你好啊，我叫丁彦海，是镇上的协警，也是我哥的弟弟。你好，我是江小川，是她闺蜜。我是个主播，你也可以叫我江小川。小川姐，沿海弟，你好漂亮啊！你真帅，幸会。幸会，你好漂亮，弟弟你好帅啊！差不多得了，靠虚。所以你又是来干嘛的？哦，对了，我是来给我哥送钱的。哥，这是你今天剪了6个小时鱿鱼的报酬，不过有一些剪得有点差，所以扣了一点点。我就是今日找了份杂工，
也没挣到什么钱。抱歉，静夏，忘吃亏你一声了。没关系，再少也是肉嘛，积少成多，积少成多，辛苦了。搞得这么可怜兮兮的，你们干脆把这房子对外开放参观得了，肯定能赚翻了。你别添乱了行吗？兰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但是你们今天在抖音上有多火，又不是不知道。这种情况还藏着掖着，只会让人更怀疑好奇，好吧？倒不如掌握主动权，加以利用，把这古宅宣传成望七镇传说的发源。下次再说。比起这个，我更好奇那个望七镇的传说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完整的，给我讲讲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你都买房子这么久了，还不知道这个传说？没必要那么惊讶吧？要不你给我讲讲？让本主播来。传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望七镇这片土地上，有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。有一天，将军邂逅了一名美丽绝伦的女子，二人一见倾心，很快便坠入了爱河。不多久，二人便私定终身，拜堂成亲。沉浸在甜蜜中的将军不知自己爱上的其实是私下凡尘的神女。天庭知道此事，趁将军外出打仗之时，派下天兵天将强行带走了他。将军归来之时，不知自己妻子去向何方，便在屋外苦苦等候，一等就是一世，痴心不改，直到化成了一颗石头。这就是望七石的由来，还挺苦情的哈。可说呢？No， 不是这样的哦。所以说，你们这些外来人都不懂，我可是土生土长的。小时候我妈给我讲的版本，可不是这么小清新的故事哦。那还能是？想不想听一听暗黑的版本？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他什么时候换的衣服？在望七镇这片土地上，有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。有一天，将军邂逅了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。这不跟刚刚的一模一样吗？能不能有点耐心？听我说完啊！啊，好，继续。将军一开始就知道，自己遇到的是不老不死，而且还会仙法的神女。但二人还是不顾仙凡之别，结为伉俪，十分的恩爱。可是，神女的青春永驻，还有仙法，却遭到了将军妹妹的嫉妒和觊觎。趁着将军外出打仗的时候，小姑子用残忍的邪术杀害了小女子，并且夺走了她的神力，还有永生。得知真相的将军痛苦不已，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于是他便一个人守在这个屋子的外面，望向他的妻子还会再次回来。最终，他变成了一块望气石，而他那恐怖的魅力，因为获得了永生，直到现在还流传在这个世界的角落。我还是更喜欢小川的版本。这个故事啊，可是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。小时候啊，我妈还拿将军妹妹来吓我，说如果6点前不回家的话，将军妹妹就会来把我抓走呢。所以你听过那个传说吗？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现实改编，但到底也是些流言蜚语吧。改编？那真实的版本是什么呀？
一个不知道在等谁的男人，默默在老宅里守望了千年。所以那个传说的原型是你啊！哦。总之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对奥参观了。说是太张扬，我怕对金夏和太平都不好。我同意，咱们不要再招惹麻烦了。所以太张扬会有什么麻烦？那什么，南华长得这么帅，万一惹到什么疯狂的女粉丝，到时候骚扰他多不好，是吧？就是。骚扰我觉得还好吧。要是真的知道哥其实不是人类的话，这才是大麻烦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哎呀，哥，你们这保密工作做得跟筛子一样，还想蒙我呢？金夏姐搬来的第一天，就报警说家里有变态偷窥狂，可我跟师傅却怎么都看不到那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所谓的变态对我们隐身了。后来，金夏姐偷偷请了个骗子驱鬼，反倒被骗子的地痞儿子给讹上了。那天金夏姐突然变身武林高手，一个人打跑了3个壮汉。我想，也是因为那个神秘的隐身人吧。再后来，金夏姐觊觎我哥的美色，非但没赶他走，还趁酒醉占他的便宜，在朋友圈发了官宣视频。我就是在视频里发现，哥长得好像我小时候的救命恩人，10多年了，他的样子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。而我第一次见到哥的时候，行星也特别古怪，我竟然直接飞在了半空中。吃饭的时候，碗还会突然飘起来。或许这些你们还能找到理由狡辩，但是哥都直接飞到半空中，发出空气波击碎陨石了，这总不可能是魔术了吧？更何况，哥，你好像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哟。还需要身份证？当然。试问有什么样的人会10几年容貌不变，会隐身，会飞上天发空气波，会没有身份证，身份成谜？是吧，金夏姐？飞到天上有点夸张了，也就是跳得比较高嘛。再说了，那个流星在半空中就解体了，他在碰瓷我们南华。算了，金夏，事已至此，我们也瞒不住他了。小丁，我的身份确实不同于常人，但并非什么鬼怪，什么外星人。具体的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还请你为我保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江哥，可以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什么请求？游哥，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陌生人？就算不能做朋友，那至少见了面可以互相问候。可以。Yes， 看来我跟哥之间还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。你不觉得他们俩的对话怪怪的吗？习惯了。味道也怪怪的，怪香的，还夹杂着一种糊味。糟了！哥，我帮你。
你男朋友真不错哈。其实，他也不完全算是我男朋友。大姐，南华这么好，你有什么好扭捏的？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也不是不知足，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因为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千年情缘。呀，都已经在担心人家是不是真的喜欢你了。看来你也不是对人家没有感觉嘛。爱无能开窍啦。哎呀，你少说2句吧，都是你给撺掇的。喜不喜欢你了，你直接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那我哪好意思啊？可以开饭了。开饭啊！走。你干嘛一直盯着我闺蜜啊？总感觉小川姐好像有点眼熟。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？看过我直播？那倒好像没有。我跟你说，别搭理他，他搭讪都是一个套路。之前见南怀是这么说的，他的鬼话一句都别信，就是个超级舔狗，见谁舔谁。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也不知道你走什么大运，能找到我哥这么好的男人，还有小川姐这么可爱的闺蜜。有求于我的时候叫嫂子，没事时候叫你这人。你这小子真的是……我什么时候找过你嫂子啊？你可不要在这里臆想哦。谁允许在我家蹭饭的？走，吃饭。哥，我们家今夏说算。哥，我今天是被我妈赶出来的。我为了陪哥找工作，忘了给我妈买酱油。我妈这个人又不分轻重缓急的，再拿锅铲打我。我到现在一口饭都还没吃，好饿哦。今夏，要不让他吃完饭再走吧。川儿，今晚不留在这儿住吗？那么晚了。我住这儿，睡哪儿啊？你现在就一间客房，3个人睡，我是不介意啦。拜拜，路上小心。OK。所以你顺风车到了吗？我没有定位在这儿，在前面那个路口。行，我们送你啊。不用，姐不路。那路上小心，大家给我发消息。走啦。拜拜。干一下。拜拜。哥，我不能住你家吗？我可以睡客厅的，没关系啊。大哥，你家就住在隔壁耶。可是我一个人回家会害怕呀。小川一个女生都不害怕，你一个男的怕什么？赶紧走。好吧，那哥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晚安。哥晚安。完了，小川打包的菜在这儿，没带走。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吧？来得及，我去送。我陪你。我陪哥去。那你去送。啊？辛苦啦。拜拜。秦夏姐这个坏女人，一点配不上我哥。小川姐，小川姐。小丁，你怎么追来了？啊，你打包的菜忘了。哦，谢谢。小丁，你好。不过，刚刚那个人是谁？顺风车司机。顺风车？啊。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
还打得到这种豪车？运气好呗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小郑姐慢走，拜拜。师傅您好。258棋牌78100.cc， 世界顶尖棋牌游戏平台，注册赠送258元，取款快，零风控优惠多，游戏种类齐全，报率高，选择诚信实力的平台258棋牌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想到一点事儿。你回忆起以前的事儿了？不是，就是想到你今天说永远不会卖房子，就挺开心的。喜不喜欢你，你直接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吗？那我哪好意思啊？我要是不卖房子，你可就得一直跟我待在一起了。要是能一直待在一起，自然便是最好。那，你可就要捡一辈子有余了，毕竟修房子费用那么贵。男人的嘴骗人。还是姐妹靠谱。您对汪七正的考察还顺利吗？非常顺利。你明天就把合同拟好，我们就在这里投资，一定要把汪七镇打造成一流的观光小镇。明白。会遇见一场小雨，还等鸟飞低，会遇见一个奇迹。我等过了几世纪，才和你再次身相遇。